同学你好，对于计算机模拟一词，你应该并不陌生，甚至是耳熟能详。这项技术在1960年代就被应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发展至今，计算机模拟已经变成了一个宏大的概念，包罗万象，无处不在，以至于埃隆·马斯克如是说：“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模拟之中。”因此，有必要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声明，在这个课堂上，计算机模拟一词特指基于方程的模拟，即从数学物理方程出发，将真实的系统及过程通过计算机来呈现。所谓呈现，可以是一种再现，也可以是一种预测。通过反复的呈现，我们对所探究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本次案例中，我将带领你跳到另一条线索上去，从器件模拟转到工艺模拟。如图所示，提拉法晶体生长工艺的基本流程。这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溶体法晶体生长工艺，由波兰科学家切克劳斯基于1918年设计完成，故又名 CZ 法。195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戈登、蒂尔等人将该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工业化的半导体单晶生长技术，并首先应用于大尺寸锗和硅单晶的生长。提拉法工艺的控制参数众多，包括功率时间曲线、干锅的尺寸、晶体的提拉速度、晶体的旋转速度、炉膛内气体的气流等等。长久以来，人们是以计算机模拟实验部分替代真实的试错性实验来优化设计晶体生长工艺的。在这部国际期刊上，从1970年代至今已刊登出了几百篇 CZ 法工艺计算机模拟研究方面的报道。下面参考这篇文献，针对一个极简的提拉法系统开展建模及模拟。这个极简系统仅包含一只晶体 Q dot 代表了晶体内的各种热流，其遵循能量守恒。在驻坐标系下，晶体内的温度是坐标 R、Z 以及时间 t 的函数。温度呢，遵循这样一个偏微分方程。这里常系数 K 晶体热导率， U 提拉速度， 漏密度， C 比热。这是一个二阶线性其次的 PDE。 与常微分方程相比，偏微分方程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就提拉法系统而言，干锅、溶体甚至炉膛内的电磁场、温度场、流场皆受控于类似的 PDE。 如果将所有的 PDE 联立并求解，我们就能够捕获到整个提拉法系统内的物理场信息，以及这些物理场对各个工艺参数的响应机制。常言道，不及龟不无以知千里，还是让我们回到当前的极简系统当中来。经过进一步的简化，这个与时间相关的二维顺态问题可以被处理成一个与时间无关的一维稳态问题。温度函数 T 仅仅包含坐标 Z 一个变量。偏微分退化成常微分，温度 T 只与坐标变量 Z 有关。
出现在这里的 Q dot 仅代表因辐射和对流导致的晶体表面的热水毫，这是一个二阶线性非齐次常微分方程。至于边界条件有两个，晶体容体界面上的，这里的坐标 z 等于0，温度为容体的熔点，晶体顶端的这里的坐标 z 等于晶体的长度 L， 温度为提拉杆的温度 Tp。 接下来我们一同求解这个二阶线性非齐次 ODE 的编制问题。